前段时间啊，有传言说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得了胰腺癌。那你看他现在出来的胖胖的样子，和得胰腺癌的乔布斯啊非常消瘦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习近平有没有胰腺癌我们不知道，但是胰腺癌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值得关注的健康问题。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胰腺癌呢？胰腺癌虽然不是最常见的肿瘤啊，排名也在排到7、8名以后，但是呢，它的死亡率啊却非常的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不容易被早期发现。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它要不已经在周围扩散了，要不就已经扩散到身体的其他的器官，也就是说比较晚期。那么这个后果有多严重呢？如果你是晚期胰腺癌的话，首先你没有办法再进行手术根除啊，这个呢必须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在局部的胰腺癌的状态下，可以用手术来根治。第二呢，你做的各种各样的化疗、放疗甚至免疫疗法等等，它只能够控制症状，控制它的发展，也不能根治胰腺癌。那么通常呢，5年的存活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晚期胰腺癌的病人平均的生存时间呢，在进行积极的化疗的情况下，它的存活率呢大概就是6到12个月左右。因此早期发现胰腺癌呢是非常关键的。今天呢，我给大家举4个病案来证明呢早期胰腺癌的征兆。第一个病案呢是一位58岁的李先生他到这里看病呢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最近突然被诊断为糖尿病。他既没有家族史他生活习惯也没有什么改变精神压力也没有增加，突然呢就出现了一些糖尿病的早期症状口渴呀、尿频体重呢还有明显的减轻。一诊断呢说他是糖尿病那么这个年龄嘛就诊断为2型糖尿病就给他按照糖尿病进行治疗。他到我们这里来呢，是因为他出现了一个腰痛的症状所以希望通过这个中医针灸的方式呢改善他的腰痛。但是我们在这个诊疗过程中就发现他有非常轻度的黄疸，那就建议他看我们的内科医生经过一套检查呢，发现呢他的问题不是一个糖尿病，也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实际上呢是早期的胰腺癌。因为他的胰腺癌比较靠近这个胆囊，所以造成了黄疸的现象。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中年人在没有家族史、没有不良生活习惯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糖尿病的症状，我们一定要警惕，它可能是胰腺癌的早期症状。到我们第2个病例呢，是个45岁的女性，王女士呢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家庭也很美满的一个人。那么她平时呢没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她就觉得人疲劳，同时呢情绪低落，有的时候呢很容易伤心落泪，对什么事情都打不起精神，就来看精神科医生认为呢可能是是不是有抑郁症的表现。那一查呢，他真的符合抑郁症的所有的特点，食欲降低体重减轻、疲劳、注意力不能集中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还出现了失眠的状态，那就按抑郁症治。吃了抗抑郁药也不见什么好转，你要跟他做心理治疗也找不出什么特别心理方面的原因。但是有一个症状引起了我们警惕，就是他的腹部经常有隐隐的疼痛。疼痛本身虽然不严重但是它向周围发散。另外呢，它出现了严重的反酸的现象，腹部呢还容易胀气。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考虑到抑郁症之所以叫抑郁症，就是因为它有各种各样原因造成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有可能是肿瘤，因为肿瘤产生之后会产生一些炎性的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呢，它会影响到大脑的神经递质的代谢，包括血清素肾上腺素，这些呢都是调节情绪的。同时呢，它还能够激活一些神经炎性细胞，造成大脑、肾上腺之间的压力激素的提升，也会增加抑郁症的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考虑到抑郁症背后的
器质性的原因。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呢，不幸的是呢，王女士患的是胰腺癌。好在呢，发现的比较早，她在局部手术切除呢，就起到了一个根治的作用。如果有人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抑郁症，特别是伴随了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再有家族的遗传病史，我们要考虑到肿瘤的风险。第三个病例呢，是一位王先生。这位王先生呢，平时身体是非常健康的啊，但是呢，最近呢一段时间，他发现，他出现了一些慢性的腹泻，经常拉肚子，他总觉得是不是吃的东西不干净了等等。那么但是呢，这个腹泻的持续的时间呢就比较久，但有的时候呢又变成便秘的情况。那我们大家又腹泻又便秘，我们常常想到一种功能性的疾病叫做胃肠积热综合症。但是王先生并没有情绪方面的问题，是吧？因为胃肠积脂综合征常常跟情绪的波动、精神的压力很有关系他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建议他呢去看医生做更多的检查，来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王先生今年60岁，那么我们在正常情况下50岁以上的人，我们希望他做一次肠镜来排除各种各样的肠道肿瘤问题。那么王先生做了肠镜以后呢，就发现他的肠道有局部的梗阻，但是这梗阻从哪里来的呢？就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肿瘤的压迫。这个肿瘤呢是来自于胰腺的。好在呢，它非常的早期，如果及早的进行手术配合其他的治疗呢，预后呢应该是不错的。因此呢，如果是一个慢性的胃肠的问题呢，反复迁延不好，这时候呢，大家就要重视，特别是你要观察大便里面有没有发黑就是有潜在的出血或者有贫血的现象，这就需要更加的重视肿瘤的可能性。那我们第4个病例呢，说起来也是很遗憾的，因为这位张先生他过去呢吃东西非常不讲究各种各样的饮料各种各样的油炸的食品特别爱吃肉，尤其呢是喜欢吃很甜的东西。那当然了，你这样长期以往，他的工作又像我们这样经常是坐着的，所以呢体重就产生了肥胖的这样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肥胖和很多健康因素有关系的所以呢张先生也开始注意改善他的饮食不吃糖了这个不吃油炸食品了，不喝罐装饮料了肉也吃的少了特别是这个米面呢也减少很多。效果非常明显，这个张先生很快的体重就在往下走。当然他自己和家人都很高兴但是走了一段时间就发现他有点过瘦了，给人感觉到不健康了。他自己也觉得我最近食欲非常的低，人很疲劳情绪也不是很高，没有那种减肥以后人变得很健康、很有精力、很有活力的这个感觉那么张先生呢就去看医生了，做了各种各样的化验检测真的没找出什么原因。最后呢是因为突发的这个腹部的绞痛到医院去急诊在这个急诊的过程中呢，人家做了这个 CT 扫描发现呢在这个胰腺部位有个包块。张先生的故事让我想起有人说的一句话，说这个中文呢，这个胖是个月字旁这是生理的一个变化，而瘦呢是一个病字头所以呢我想这个瘦可能是指一个突然发生的消瘦的情况所以大家要重视。那么张先生这件事情呢，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说我们的常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它会增加我们产生肿瘤的风险虽然呢我们意识到要开始改变我们的习惯，有的时候可能会晚一点，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遗传的因素。总而言之，这4个案例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出现以下的几个征兆呢，我们尤其要注意排除胰腺癌的可能性。第一呢，就突发的血糖升高第二呢，就是不明原因的抑郁症。第三呢，就是突然的体重下降第四呢就是不明原因的疲劳。第五呢，就是不明原因的腹痛和腰痛以及呢顽固性的胃肠道问题。今天的话题呢有点沉重，但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端粒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